好，針對於中日之間的這一起爭議哦，持續的延燒。剛剛我們特別聊到了大陸的殺招，除了在經濟跟外交方面上面的殺招之外，現在這邊呢，我們要來特別關注大陸在軍事上面的另外一個殺招。今天來看到北京哦，尤其是習近平拋出的琉球未定論，正面挑戰於來自於日本的主權，並且另外一方面在海陸空三軍壓境在沖繩，民意也在做反制了。日本被逼到最危險的深淵嗎？今天會一起做關心三個火線話題。今天請來賓來幫我們做解答。首先，習近平祭出的這個琉球未定論哦，挑戰了沖繩主權，日本會不會被打到最痛的要害呢？另外一方面，大陸包括海陸空，現在三軍也壓境，無人機越界，海警闖釣魚台，沖繩真的站在中國大陸火力的半徑之內嗎？來自於軍事上面的威脅。最後是沖繩的民意其實是不願意打這場仗的，不想為美軍打仗，所以呢，民意反撲日本，二戰的恐懼也再次的被喚醒了。北京能否利用沖繩反戰的輿論來反制日本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的來做解讀。我們趕快來看到這個是最新消息哦，來自於大陸官方的中國日報旗下的一個工作室發布的一個最新的一個重磅影片。這邊特別提到，琉球王國呢曾經跟中國大陸維持500年的宗藩關係，1879年的時候才被日本併吞，並且改名為沖繩縣。那麼這個影片也直接引用了包括了開羅宣言，還有這個波茨坦公告，指出呢日本的領土其實只限於這個4大島，而剛剛特別提到的這個琉球，其實在當時都沒有完全的被定論，明確劃分為日本的領土。在另外一方面，這個就已經完全是證實了習近平所提出來的琉球未定論，他所拋出來的這個議題。而大陸其實在沖繩也已經長期透過軟性的方式布局了許久的時間。2023年，當時我們來看一下，李強曾經呢接見沖繩的知識。那麼日經新聞也揭露哦，在這一段這麼長的一個時間裡，包括了200個境外的賬號不斷的煽動沖繩獨立的一個內容。所以節目一開始，我們來看到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祭出的外交殺招琉球未定論，會被殺得日本措手不及呢？尤其這個地方特別重要，因為它是美軍這個駐日美軍基地的重心，也是日本介入台海必經之地哦。習近平這一招能夠打中要害嗎？大使怎麼看？這個是当然可以打到日本要害了，因為日本事實上的話，你說1879年被日本併吞是被日本非法併吞。因為在1879年的時候，包括美國、包括日本、包括當時的中國大陸都承認琉球是一個獨立王國的。那所以日本的併吞是，而且當時的是琉球人所反對的，不是自願跟他合併的，不像他當時這個跟韓國哈，他是日韓同主論以後他是合併的，韓國並沒有太大的反抗。這個琉球是強力反抗的，而且派了使臣到中國去跟李鴻章跟清朝求助。那中國大陸當時也反对，可是因為1895年後發生甲午戰爭哈，中國大陸連台灣都丟了，所以啊，那就琉球的問題就一直擺着。可是二次大戰的時候，在結束在開羅宣言的時候，照我看的歷史，當時這個羅斯福跟蔣介石總統就講說，他說。這個我們都知道琉球不是日本的，你們中國有沒有意思收回去啊？對不對？那當時蔣介石沒有做反應了，後來他怪那個時候王寵惠沒有把它講清楚，因為張寵惠是現場的翻譯啊。那這件事情就有點不了了之。可是後來的波茨坦宣言，基本上琉球是要當做它不是就沒有就說就不是日本的，所以美軍才完全佔領以後。當時的處置是要交給聯合國，然後聯合國然後用托管的方式，最後交由琉球人民用自決的方式決定自己的出路。那日本就很緊張，那琉球人如果給他自決的話，一定是尋求復國的，因為他們有500年的尚氏王朝，尚氏王朝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那個琉球叫萬國津梁，它是這個在南海上重要，這個東海上重要的這個貿易據點。另外一個。他這個國家治理哈，這個當時明朝皇帝頒了一個匾叫他守禮之國，這個國家民風淳樸，然後老百姓生活得非常好。你要說它是群島還很小的話，它有多少？它有4600平方公里啊，將近5000平方公里啊，那是台灣的大概6分
1/6、1/7啊，人口有155萬啊，不是小地方啊，所以它過去是一個很繁華的一個獨立的王國，世外桃源，被日本併吞了。那日本併吞以後，對琉球人是把它當作什麼？當作2等公民。琉球人在日本的社會歷來都受到很大的歧視啊，他們叫這個琉球人。然後呢，2次大戰的時候，美軍打日本打的時候，那個時候他們是跳島戰術，所以我們台灣人是很幸運的。那時候美軍選了半天，說打琉球不要打台灣，如果打台灣的話，台灣是死傷慘重啊。結果美國直接從菲律賓拿下菲律賓以後，跳島就跳過台灣，就直接打琉球。那琉球這個戰役裡面，琉球的老百姓不但被美軍死於美軍的槍火，也死於日本軍閥。日本軍閥怕他們怎麼樣投降，然後呢叫他們跳崖，然後呢你不從的就把你就處決。日本那個琉球人死了幾乎1/3到1/4的人口，所以琉球對於這個日本人是極度有他的戒心的。而琉球的語言文化都跟日本不一樣的。你要去琉球去看的話，琉球最多的是什麼？跟我們金門一樣，風師爺。松獅爺，所以琉球事實上，他過去跟我們福建的關係最深。那琉球人都到福州有個琉球館去求學經商，都經過福州的。那個時候明朝的時候，要幫助琉球的這個發展，有閩人36姓，就是我們福建人36個姓的人遷居到琉球，幫助他的文化提升，各種各行各業的去。所以琉球人很多人都說我是中國人啊，那被日本人是很奇怪的事，而且還是被日本強占的。所以今天這個中國大陸講琉球問題，只是回歸一個國際法上的一個當時的一個合法的一個聲明而已。那琉球到現在有很強的復國運動，所以呢，對日本人來講，他一直壓制，他一直強迫同化，他一直移民。可是琉球人他知道他自己不是日本人。他有自己的文明，自己的這個傳統歷史啊，所以如果有大國願意聲援的話，我想日本這個琉球人會增強他們爭取自己的權益。他們現在就跟他們這些人就講說，他們的第2次大戰的時候那個命運要被重演了，日本人又要犧牲他們了，要把琉球當作戰場啊，先犧牲琉球人的命啊，來保住日本人的命。所以呢，這個看法在現在琉球很普遍的，是，所以其實我覺得中國大陸提琉球也是在幫琉球人解除一個未來可能的一個整個很悲慘的命運。是，好，剛剛大使幫我們特別看到當時回顧當時的歷史，那琉球人有沒有可能借由這個2戰當時的一個傷痛順便就是因為對於日本跟美國的不信任，中國大陸有沒有可能在這個時候順應沖繩的民意來用這個方法牽制住日本？等一下我們請上這個會持續的幫我們做分析。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要來看到在剛剛習近平提到的這個琉球未定論的時候，是不是也用武力的方式要觸及到，讓他知道說中國大陸是有辦法可以觸及到沖繩的呢？尤其現在包括了海軍、空軍、海警大陸是3路一起動起來，日本恐怕都是擋不住。剛剛提到了3路，我們先來看到第一個海軍方面怎麼做。這是來自於大陸的海事局發布的航行警告，11月18號到25號會每天實施的是實彈的射擊，那麼地點就在江蘇的這個連雲港的一個外海。距離日本最近的離島大概是870公里，距離九州900公里。告訴日本說，我們的導彈是打得到你們的。另外一方面，第2個則是從空軍方面，大陸的無人機直接大剌剌就穿越到了與那國島跟台灣之間的空域，日本只好被動式的派戰機來做升空，但也不能多做什麼。最後是海警，11月16號4艘海警船，他們呢都是有搭着這個艦炮的，輪番闖入了釣魚台的領海，日本抗議之下，大陸也是完全無視的。這個是用這樣子的方面來向日本展示說，大陸有足夠的武力來支持琉球獨立嗎？也有哪一些是最致命性的，會對沖繩帶來最大威脅的武器？幹哥怎麼看？中國海事局本來是發布這個在黃海的那個軍演實彈射擊啦，是17號到19號，結果到今天打到一半，他說不過癮。我們決定從18號延到25號繼續打，為什麼？我就打給高市早苗看的嘛。老實講一句，
我繼續在這邊軍演，距離你們不到1000公里，你們的 P1 偵察機一定會看得到，而且拼命收集數據，沒關係，就讓你們收集。它的 P1 海上巡邏機是當今世界上最先進的海上巡邏機，所以說我就讓你收集嘛，對不對？看看你覺得我們在這件事情上面的態度是什麼？好，這是軍方實彈射擊，因為是實彈哦，所以海事局為什麼要發布？就所有的船只都要回避啊，不然的話，你要是不小心被我們的軍演給打中的話，那就很麻煩了。這也同時警告了外國船只，所以日本距離這麼近，當然是直接警告嘛。那中國的無人機啊，無偵7跟無偵10這些飛機都很像美國的全球鷹啊，長程無人機。長程無人機它可以在天上滞空超過30個小時，它竟然飛越了與那國島跟台灣之間的領空，距離與那國島很近，與那國島的雷達已經抓到它了。那抓到它代表說什麼？代表我今天不是用歼16啊來對你示威，我是用無人機。下一步我就會用歼16。下一步要是我飛越與那國島附近上空的話，那就是直接警告，而不是挑衅了。那所以就是我今天派無人机去，你看到無人機你會覺得威脅很大，那下次威脅更大。所以另外第三方面還有就是大家不太會注意到的，中國海警啊派了4艘具有艦炮的海警船啊，其實那根本就是軍艦吶，好不好？那就是以前退下來的056，把它改裝成那個海上巡邏艦啊，它是帶着艦炮的。通常來講，一般的海上自衛隊是不會帶艦炮的，除非你就是說有重大的事故才會帶着艦炮。那中國現在帶着艦炮，然後我要坦白講一句，中國在去年已經要登全世界第1大的海上自衛隊了，就不是海軍哦，海上自衛隊哦。10年前日本最大的7000噸的福島號出來的時候，大家都軍事迷都跪下來羨慕。現在中國的最大的海事船兆頭級12000噸，日本早就被比下去了。所以在這3管齊下之下，你就會發現說，其實日本人他受到的壓力有多大。不過我們現在還是要講回來，沖繩地位未定論，當然未定啊。為什麼？因為沖繩在1945年沖繩戰役叫做阿號作戰。阿號作戰的時候，那個就是他就逼所有的人民，你們就美軍攻上來的時候，你們只有一條路，從懸崖上跳下去。剛剛大使講的，從跳下去，不然，男人會被槍斃，女人會被性侵啊！你們要選哪一條路？結果刺刀不是對着美軍，而是對着自己人。他們真的從懸崖上跳下去了，死了多少人？死了大概30萬，相當於當時琉球人口的1/3多一些。所以你就曉得說，琉球人根本是痛恨日本人的嘛。他今天如果他有機會的話，他一定要尋求獨立。中國講的地位未定論是沒有錯啊。不過我講一句實在話啦，就像你說台灣有事，你們也有事，你們日本也有事。那如果說我今天講你的琉球的話，你有什麼感覺？你有什麼看法？對不對？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覺得日本高市早苗，你應該自己要想一個辦法下台階，不然的話這件事情不能善了。對，確實哦，所以現在琉球的內部充滿了氛圍，就是他們琉球人其實也不想要成為不管是日本或者是美國的炮灰哦。所以沖繩的民間團體最新發聲，他們說台海有事，那麼沖繩必定遭捲入。他們也痛批美國只會把沖繩當作前線，不會真的保護沖繩的人民。那同時間呢，大陸的官方的解放軍報也特別在這個時間發文，他說只要日本介入台海，日本全國你都會有戰爭的風險。中國大陸能夠靠着這個沖繩的民意的一個支持來牽制日本政府嗎？尚志哥怎麼看？我們首先講沖繩，其實在每年的11月初的時候，可是中國味非常非常濃的，因為他們固定在沖繩的時候會有這個首里城復興祭，那這就是一個祭典。那麼遊街的一個祭典是什麼呢？就是模仿在當時時候沖繩王國的國王王妃受中國冊封的時候，當時遊街，所以這個是在整個在沖繩島每年的11月初的時候，連續好幾天跟我們在京都看到那個時代祭
平安時期的部分是完全不一樣的，就中國味十足。所以這種文化的根源的牽扯性哦，我們不只是現在在論斤計價這些，包括美軍軍事的這些現實性。那但是我們必須得說，今年2025年1月的時候呢，沖繩選出的新的知事叫做花城大輔，他當然是自民黨跟公民黨合推的，打敗原有的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玉城丹尼。要知道，真的前幾年哦，冲繩的前知玉城丹尼真是紅遍中日啊，中日台。什麼意思呢？2024年的時候，当時这个賴清德剛選上的時候，總統剛選上，他邀請全日本所有的知事來，唯獨不邀請沖繩這個知事，因為這玉城丹尼愛中國、愛福建到難以想象的地步，沒事就跑去福建。所以為什麼說李強接見？要知道，通常來講，沖繩知事作為日本的一個縣哈。作為一個區域的部分的知識，你見不到像李強這樣等級的人。就是玉城丹尼他擁抱福建哦，而且一直視為說，剛剛我們講文化的這個根源性、歷史的根源性，所以可以說這幾年當中，沖繩整個對於中國的連結是玉城丹尼這位前知事一手推動的，而且非常非常強烈。福建那邊我去福州的時候，就好多跟玉城丹尼有關的，跟沖繩新建了很多新的這種合作的項目啊。當然，我們現在其實看到，其實對於整個在琉球來說，當然最大的反對就是美軍基地了。我覺得美軍這件事情有一個數字是，從美軍基地建完到現在，在美軍在沖繩犯的刑事案是數千件，將近7000多件。這裡頭包括強姦案啊，各式各樣的搶劫，而這些的案件當中，95%以上基本上都是美國他們自己處理，並沒有在日本或沖繩當地的法令來處理。所以為什麼大家不能特別很難想象說沖繩為什麼這麼恨？其中也包括他們自己的年輕女孩子等等受到欺負，各位幾千件哦，數千件。所以我們來講現實性，不要說噪音啊、安全這些事情，現實性跟歷史性拉扯，到目前為止在沖繩依然是非常嚴重。我們看到短視頻，很多年輕的沖繩姑娘都說我不是日本人，我是沖繩人哈，非常非常多，網絡上我們都可以看得到。所以這樣子深刻情懷可不是老一輩哦，年輕一輩也都是。所以這種拉扯，我認為對於沖繩自己本身還是有個長期的這個晃動跟不安定的影響。好，謝謝尚志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內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